嗨，朋友们好，又出发了。咱们这次呢，准备前往马来西亚，进行马来西亚、雅碧、仙本那的3个地方的旅行。那这次呢，跟上次去越南一样，咱们是跟团旅行。这个团啊是私人定制的半自由行程，所以啊，既可以享受到跟团游的安心，又可以享受到旅行的自由。好吧，咱们出发。现在我在的地方是福州机场，今天我将直飞吉隆坡，去跟我的小伙伴们会合。飞机已经在等我了，所以这个半自助的行程啊，就是机票、酒店都已经帮你预订好了。另外呢，还提供了1辆车，还有司机兼管家，是不是特别豪华的配置？然后呢，你也不会跟别人组一个团，就是自己跟朋友组一个团。行程方面呢，也是比较自由的。如果你需要调整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，自由度还是挺高的。我准备开始登机了。现在想起榴莲跟海鲜，我的哈喇子直流。欢迎登机。今天坐的是厦海，今天坐42A， 靠窗的位置。福州到吉隆坡的飞行时间是4个小时，咱们4个小时后见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吉隆坡的上空。吉隆坡这个地貌啊，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多小湖。到了，马上就要落地。现在咱们要去过海关，吉隆坡非常简单啊，它是免签的，但是你要提前填好电子陆金卡就可以了。跟着指示牌走，取行李的地方。手机卡我也是提前在国内买好的，现在装上可以使用了，连机场的 WiFi 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咱们还得坐一个小火车，我已经连上他们机场的免费 WiFi， 他们这个机场的 WiFi 不需要任何的密码，也不需要任何的认证，连上就行。我们中国护照是自助过关的，往这边走，杜思华1分钟就过来了，来取钱了。这个银行是免手续费的，有一点现金，心里不慌。在马来西亚取钱，他都会给你一点零钱。我们今天也是有司机来接的人了，认准这个牌牌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开箱这次的酒店，来酒店开个箱。当当，一张超级大的大床，工作的地方，还有水吧。看看这个夜景，哇哦！看看卫生间，干湿分离，干净，特别干净。这家酒店楼顶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游泳池。哇，这个景绝了！重点是这个地方就在双子塔旁边，地理位置非常的好。这家酒店啊，如果你们自己去上网订的话，要600多人民币1个晚上的，但是现在是含在这个旅行团的一个套餐里面。现在准备出门去吃东西去了。对，远远的看到双子塔了。晚上就在酒店下面随便吃一点。原来这是一家娘惹餐厅，然后点了一份咖喱虾，还有他们推荐的菲律宾炸茄子。炸茄子来了，这个摆盘真的用心了，堆得老高了。咖喱虾，要不来点米饭？这个咖喱要配米饭，好大一只。来吃，开吃。看这个茄子炸的，哇，好酥脆，里面软糯的，真的有点就哈尔滨锅包肉的感觉。试试看这个咖喱，有点辣，然后很香。好了，现在吃完饭回来了。说实话，马来西亚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家之一。早上好啊，朋友们！现在我们来吃早餐，酒店的早餐餐厅。我们来看看酒店早餐吃啥。这是一个现煮的蛋松饼、沙拉，这是一些热菜、水果。麦片的选择好多哟，粥有分白的跟咸的，在马来西亚必须有咖喱啊。然后他们的椰浆饭、面包、小蛋糕、鸡汤粉，来一点酱。再烤一遍吐司，打一杯咖啡。出来了！这个酒店的早餐真的很省。你
它有印度的料理、马来料理，还有中式料理。今天我们的计划是在吉隆坡 City walk 一下，把吉隆坡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标都打卡一遍。然后晚上我琢磨着要去吃榴莲，嘿嘿嘿，这个计划怎么样？我们的司机来接我们了。前面那个是莫迪卡高楼，是吉隆坡，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最高楼，世界第2高楼，仅次于迪拜的哈利法塔。它的造型是由我们的那个第1任首相来打造的，因为这个是纪念他的高楼来的。莫迪卡就是他的口号，独立的意思。现在到了独立广场这儿，这个独立广场呢，前一段时间在装修，刚刚开放不久。哇塞，好好看哦！独立广场是建于1897年，那马来西亚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独立的。现在来到了茨产街，这是吉隆坡的唐人街。茨产街啊，原本是整个吉隆坡的一个中心，但是华人就聚集在这一块地方，然后渐渐的落地生根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这里已经渐渐沦为义乌小商品一条街。不过这里呢，也是有一些老字号美食可以吃的。看这家豆腐花排了好长的队，他们这个豆腐脑，它用的糖是那种椰浆糖熬制的，所以比较特别一点。加罗汉果茶也特别出名。中午在茨产街吃碧华楼，他们这家是主要吃烧腊，还有这个非常出名的瓦包奶茶。整体的装饰非常的复古。喝一下刚才买的罗汉果茶。哦，它这个里面好像有龙眼果肉。这是烧腊拼盘，他们这家其实最出名的就是烧腊。烤乳猪、古老肉，这是猪肠粉，他们家的招牌之一。然后这个是炒河粉，基本上我们是把这家店的招牌都点了一份。OK， 很有仪式感。哦，这个奶茶超级浓，哦，好脆。它虽然叫猪肠粉，但是这个粉的形状像猪肠，所以叫猪肠粉。最后买单269马币。我们现在来了吉隆坡的天后宫。天后宫呢，就是妈祖的寺庙。因为当时的华人啊都是漂洋过海来到这边，所以他们就特别希望妈祖娘娘能够保佑他们风调雨顺。来了马来西亚，你会发现啊，中华文化在这个地方被保留的特别好。现在来到加油站加油，我们看看马来西亚的油价。他们这里95号的汽油是3块3马币，如果是柴油的话是4马币。啊，这么便宜的！你们这边是不是电车特别少？啊，对。是买到了科技。科技纯粹是爱好。对，买到科技。像我们中国就是纯粹省钱。接下来我们来吉隆坡的国家清真寺，这建筑还挺好看的，而且挺干净的，虽然已经脱了鞋子了。它这个整体的形状呢，有点像多角形的折纸，18角心形的蓝色主屋顶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一样，在这个大殿里面能够容纳15000多个人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双子塔的下面，双子塔算是吉隆坡的一个地标，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双体建筑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商场。在马来西亚的重点项目吃榴莲，这有小颗的2厘是100马币，猫山王48一公斤，刺58，龙虾38。我称一下吗？要看好不好吃啊。OK。我们一共点了3个榴莲，这个是黑刺，这个是猫山。按照这个顺序吃，因为它这个味道是由淡到浓。感觉像在吃奶油。尝一下吧。我们这3个榴莲一共买了165马币。我喜欢吃猫山王，这真的好吃吧？晚上我们来吃海鲜。我们来吉隆坡吃潮汕菜来了，海鲜粥来喽，第1道菜。
好鲜。沙爹牛肉，来尝一尝。果然很潮汕。卤水大肠。今天晚上回来的早，我现在已经换了衣服，准备去游泳啦！哇哦，这个景太棒了！现在到机场了，准备坐飞机前往东马。我们这次坐的是马航飞机啦。马航是全服务韩式，它是有餐食的。我要的呢是牛肉面条，但还可以选择鸡肉、牛肉的选择。哈哈，到亚庇啦！亚庇这边有3个名字，一个是沙巴，因为它是沙巴州的首府；第2个叫亚庇；第3个就是哥达基纳巴鲁，好长有没有？特别提醒，在此办理入境手续，确保加入境章，未盖入境章将不能顺利离境，可能导致罚款、扣留等严重后果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哦。从东马到西马，它是属于跨州，所以一定要来抄一个入境章。Hello， 这是接待我们的中贵的 VIP 体验，有司机兼管家、导游，还有帮我们订好了酒店，全程不用操心，还可以自由改行程。Go go go！ 刚才说私家车来接我们，私家车就是这一辆。然后呢，那个很高的建筑物呢，就是我们州政府的地方。哦，州政府带我们来到了亚庇的水上清真寺。这个清真寺是建在水上的。这里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。我曾经在这边拍过很好看的照片，当然是我瘦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进去这个清真寺的门票呢是5马币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们可以不用进去，因为在外面它更好看。现在我们到了嘉雅街，准备逛逛嘉雅街。嘉雅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美食天堂。已经进入嘉雅街的美食地带，现在要去吃一个椰子，是他们这边非常出名的椰子。因为我前几次来沙巴、来亚庇的时候，吃到那个椰子都特别香甜。刚才那家要等1个小时，我们来了另外一家，这是他们的菜单。我要的是一个香水椰子，但其实这个看起来也非常的好喝。那既然来了，别人既然来了，香水椰，特别甜，果然没有那家好喝。太子椰比较好喝一点，如果你们还记得去太子椰。现在我们来看亚庇的日落，但是现在时间还早5点。来这里除了看日落之外，还可以玩桨板。丹龙亚鲁海滩，全世界排名前3的日落 Thornbury。他说你很强壮，如果有带小孩的朋友啊，强烈推荐这个行程，小朋友真的特别喜欢玩，而且他们都是穿了救生衣的。走，这次他们3个一起去滑桨板。我看今天的日落很有戏，不知道今天豪赌能不能成功。现在时间6点半，哇，这也太美了！给你们看看，当当当当，哇，好漂亮！全球前3的日落，哦，好漂亮！除了日落后的晚霞也很漂亮，给你们看看。好多这种1对1的，还给你各种拍照，真的肉眼所见比视频要好看很多。怎么样，你们？玩的还是爽，很爽。什么叫很爽？我们现在来吃海鲜啦！这是今天我们的向导带我们来吃的海鲜，据说是当地人吃的海鲜。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啊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老虎虾，我曾经在市场上面也买过，就是也买过1只，大概价格就是25马币。先上了青菜，用虾酱炒的。上菜喽，上菜喽！老虎虾，奶油老虎虾。
25一只，然后河粉，他们的招牌豆腐，东风螺，他们这边的特色的一个螺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记得要沾他们的特配的这个酱，这是我们今天桌上最贵的一道菜。哇，哎呀，比我的手掌还要大的螃蟹！这又是一道螃蟹，咸蛋黄螃蟹，应该算是马来西亚这边特色的一种做法。今天真是个螃蟹宴，吃个精光，可见有多好吃了吧？重点是这一顿饭，吃螃蟹吃饱了，吃撑了。你们猜最后结账多少？295马币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500块钱，也就是说人均100块钱啊，可以吃这么多。再给你们看看这一家，真的是非常推荐，它的价格跟市场差不多，然后做法也好吃。下面我们来到的是麦哲伦的私人码头，然后它是建在一个私人庄园里面，这里就是一个停船的码头。因为我们这次是 VVVIP 游，我觉得这个私人码头它本身就是一个景了。你看那个水特别清，还有小鸭子。天哪天哪，这里的鱼太多了吧！哇，而且都浮在上面，这是沙丁鱼哈，刚才说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导游，我们跟着他一起出海。专门教钓鱼的，就是专门可以找到一些鱼群。对，今天靠你了，我们现在准备登船了，不知道我们今天会钓多少鱼呢 ？OK， 哎呦，好的。哎，这个船还可以，不错哎。教练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准备了晕船药。不过我们这边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呢先去钓鱼后浮潜，因为什么呢？鱼呢将近12点100%是会提口的，所以我们先把午餐解决好先。我们钓了鱼，然后我们可以准备做午餐，你们就可以去浮潜。啊，因为你一般浮潜完，你上来特别饿啊，所以那时候很有一口吃饭。哦，安排的真好。鱼竿，我们的鱼竿。哦，钓上来一只河豚。哎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啊，我的第2条鱼，走，太容易了，老拍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看到了，哇，大哦，哎呀，钓鱼王者，今天刚钓第1次就中了。啊！今天中午我们就在船上吃午餐，哇塞，有鱼，有虾，还有螃蟹。这边有一个大帐篷，大帐篷里面有下午茶。这个营地比我之前去的跟团去的地方好多了。我们将会在这个营地里面吃下午茶，吃晚餐。晚上呢，我们会看那个他们的一个打铁花表演。看完表演，吃完晚餐，我们会去这边距离5分钟车程的萤火虫营地里面去看那个萤火虫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营地的环境，这是有好几个像这样的一个帐篷。说实话，在帐篷里面还是挺凉快的。这边是给提供小姐们拍照打卡，也可以坐在这边看海发呆的地方。哇塞，这个是不是超级有氛围感？然后这片沙滩呢，就是他们私人的沙滩。就是只有报他们团才能进来玩。另外在这边也可以玩桨板坑，玩 ATV。那这里如果呢你是跟桨板拍照呢是免费的，如果你要请教练带你出海去玩呢是要收费的。对，这里是拍照的非常好的地方。哇塞，这个小氛围可以。这里看日落也是一个绝佳的地方。那个吗？蛤蜊哦，好大一个蛤蜊啊！刚才小家伙跟我说，他们抓到了好多海鲜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里人特别少，给我看看你们的战利品。哟，这个厉害！是吧？哦，实现！哇，你好厉害！2个小朋友在这边赶海赶了好久，抓了一大堆。我们看看今天晚上的晚餐：有炸鸡、奶油虾、咸蛋黄螃蟹，这个是沙拉。还有一些炒蔬菜，
我呢又是简单拿了一点，丰盛吧，朋友们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日落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我觉得这边的日落比丹戎雅路那边还要好看。哦，太美了！现在咸蛋黄要掉下来了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好美，好美，好震撼！最后一点点光线消失在天边。在我们看来，崖壁的日落可能是一生必须要打卡的风景，但是却是这里的日常。太阳每天都在这儿日升月落，不同的是每天的游客不太一样。然后这边的海滩的人也会比较少一点。哦，打点花！现在去看萤火虫。它这个上面有写着 Summer Beach， 就是他们自己独家运营的。这个地一般的淘宝团真没有。1、2、3，哇！今天我们飞仙本那了。现在亚航这边是要办理自助值机，哈哈，他一眨眼的功夫已经过了安检了。这次我们坐的是亚航，飞50分钟就到了斗湖机场，然后要坐2个小时的车到仙本那，不到1个小时就到斗湖了。我们一下飞机呢，也是有人来接的。这个酒店是比较新的，我的房间门口一看下去就是泳池了，泳池旁边的一个休闲的位置。哇，这里太棒了，朋友们！哇，干净整洁。看一下我的房间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沙发，然后正对着写字台，然后这是我的大床。好了，现在准备休息啦，咱们明天要去跳岛游，明天见。我们在仙本那的第2天，我已经换装完毕，准备出海啦。但是在出海之前，给你们看看我房间外面的景色。当，你觉得住在这里啊，就是你不用出去，就在这边躺1天都行。哇，太好看了！网红打卡地，好看好看。看我一下 ，OK， 一个手看我鼻心，一点点 ，OK， 可以，1、2、3。哦，这里花朵好多花呀！看一下今天我们吃午餐的环境，地下水上屋吃。我们的午餐，这妥妥的海景餐厅，味道真不错。下面就是被誉为海上吉普赛人的巴瑶族，他们终身只能生活在海上，不能上岸。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把吃剩的一些东西给他们吃。哦，来，啊！
已经回到仙本那的镇上了。来仙本那必须要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去市场买海鲜。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5个人买海鲜一共花多少钱。重点是这里可以享受一下砍价的乐趣，因为他们这里的小黑啊叫价都特别高。前面就是海鲜市场了。30，好，30，3个，全部，3个30，没有，全部30。40马币买了5只青蟹。40，我拍了，我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5只买了80。感恩爸爸。好久没买你的。你全部135啊，包含那个主食跟蔬菜。我们跟他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门口有个举牌子的海鲜加工，然后我们就找他们了。他们简单的做法，像那种煮汤、清蒸，煮汤是15，然后清蒸是20。如果复杂的做法，像咸蛋黄这些，就是25一份。它是按份来算的，没有按公斤来算。上了皮皮虾，我们用椒盐的做法。然后这个是咸蛋黄螃蟹。先开吃吧，开吃吧，别等了，别等了。难过呀。咸蛋黄螃蟹。太好过了，不知道。来了来了，清蒸石头鱼来了。屏幕前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吃过石头鱼？它的外面的那个皮那边刺是有毒的，但是把皮剥了之后清蒸就非常美味。清蒸的比石斑还要好吃。刚才算了一下，我们全部买海鲜加上加工费的费用是325马币，也就是说差不多人均不到100元人民币。第2天的浮潜开始了。会比昨天好很多是吧？好太多了。这是我们2条路线的区别，但今天这里的鱼不会比昨天多。哦，哇哦，前面就是拖尾沙滩，好漂亮的拖尾沙滩。哇塞，这里的海水的颜色碧绿碧绿的，然后远处深海呢就是蓝色的。它这里有一个断层，所以有2个不同的颜色。哇，给你们看看全景。词穷了，朋友们，词穷了，词穷了。面对美景，总是词穷的。海鲜吃腻了，我们来吃南亚咖啡馆。我点的主食是滑蛋河，它下面是河粉，然后上面滑蛋加上虾肉，就可以一勺下去，有汤有蛋有河粉。下面是这种河粉，
可以不错。来吃一个早午餐，这家店非常出名，只开到下午的3点就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先来吃吃。去年我们也来吃过。这个是卡帕莱自己的码头，然后只有住水屋的客人才能够在这里上船。这个就是码头，在这里上船，在这里面登记一下，拿出护照。珍珠岛是30到40分钟的船程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阴阴的，但是就非常凉快，一点都不晒。那我们到了珍珠岛度假村。上岛了，这还有一个小电车送我们过去。这边是不可以钓鱼的。它这个餐厅是环形的，就是四面都可以看到海。天天坐这边啥都不去，发呆也挺不错的，那度假的感觉。下面就是海水，不过这个是浅滩。上岛的时候刚好是午餐时间，所以我们也看看午餐有什么。鸡肉、米饭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是鱿鱼、沙拉虾、甜酱炖牛肉，哇塞，光是热菜就挺多的了。这个是酸甜鱼片，还挺符合咱们中国人胃口的。蔬菜，也有一些西式的冷菜哦，凯撒沙拉，这是我的最爱之一。龙虾丸，一些甜点、蛋糕。还有小水果。早上是7点到9点半，午餐12点半到2点，下午茶是3点半到5点，晚餐是7点到8点半。啤酒每箱40令吉。它这种度假村呢是全含的，就是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全部包含在里面。哇塞，这里的海太好看了，吃完饭还可以坐在这儿啊，没事干的时候坐在这儿。哎呀，就看着海发个呆，哇！住水屋就是爽，真爽。这本它就称为马尔代夫的平替，确实啊，你们看，如果不想在里面用餐的话，还可以到外面来。你看外面这个位置，真棒！我特别喜欢这个酒店的，就是这个环形的餐厅，360度看海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房间。23又是我的房间，哇，好期待啊，朋友们！哇，这个房间一进来就震惊到我了，我以为在水屋上面都是破破旧旧的，没有想到太新了，太大了，哇！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设施，这边有个保险柜，有一些垫子。还有一个衣柜，用来挂湿衣服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化妆区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水吧，这个水壶看起来也特别新。然后再走过来，就是我的房间里面的床。我住的这个是有一张大床，一张小床，就特别适合一家3口过来啊。这里面是卫生间，令我惊奇的是有一个浴缸。这太赞了啊！现在我把窗帘全部拉开了，哇，朋友们，太棒了！这边还有一张桌子，我就可以在这边一边工作，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。哇，虽然是阴天，但是今天的海还是特别漂亮，还是那种属于玻璃海。这个私密性也是做的挺好的。虽然水屋跟水屋之间隔的距离比较近，但是呢，这个露台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，而且他们有做这个百叶窗的处理，所以你在这里隔壁是看不到的。出来这个就是无敌的海了，哇，舒服！好想马上跳下去游泳哦。而且现在你们看到的景色是阴天，阴天这里是相对来讲是最差的一个天气，但是已经特别美了，人生的顶级享受。
朋友们，我现在要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水屋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刚刚吃完午饭没多久，现在就要去吃下午茶了。我觉得在这里啊，每天的就是吃和玩。住在这里啊，真的超级的安静。我觉得必须要安静才有度假的感觉，才有那种尊贵的享受，是吧，朋友们？我们这边还提供电瓶车服务，就是如果你住的这边远的话，可以叫电瓶车送你过去。我觉得没2步路我就自己走了，特别安静，特别舒服，加上这个无敌的海景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花那么多钱来住这种水上屋。说实话，它的价位可能真的有一丢丢高，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。今天的太阳从这里落下去，待会我们可以看看日落，太好看了。下午茶我们在这外面吃，哇哦，好好的看看海。刚才午餐吃的比较多，下午茶我们就少来一点东西。现在到了晚饭时间，我们看一下晚上吃什么。看看晚上吃什么吧。海鲜意面，啥鸡肉、炸虾、新加坡辣椒螃蟹，这可以有。芝士菊花椰菜、蔬菜。再看看这个冷餐区，依旧是有沙拉，这个沙拉卷啊，西瓜沙拉这么黑暗。这个是红烧章鱼、小蛋糕，据说他们的布丁很好吃。水果、奶油南瓜汤。来吧来吧，咱们就简单吃个晚餐，随便拿了一点螃蟹，随便拿了一点青菜水果，给你们看看这里面的红膏，满满的。这是夜晚水屋的样子，怪浪漫的呢，好安静啊。四周只有海浪拍击岸边的声音。就在我们的房间下面，发现了一只大海龟，海龟就在我们房间下面。就在这儿又看到了好多条大鱼，就在我们住的水屋的边上。嘿嘿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要去浮潜了。这边呢，9点到10点有一个免费的浮潜。就是他们会开着一个小船带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去浮潜，但也不是太远，就是这个度假村周边。但是这个浮潜呢是要提前1天预约，我昨天晚上已经预约好了。好美啊！今天早上的码头旁边水就特别透亮，哇，好美啊！你看小朋友说我们捅了海龟窝啦，好多海龟都露不过来，他们轮流露头。好大只啊！哇！哇，上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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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，真的是好多啊！看不完，看不完。早上的度假村也真是舒服啊，舒服舒服。像现在这个时候，早上的时间呢是浮潜最好的时间，因为它刚好是涨潮，刚好呢浪没那么大。哦，度假村前面这个区域是顺光，所以早上也是特别好看的。哇哦，这也太好看了，太美了！在这海景餐厅吃珍珠岛上的最后一顿，吃完我们就要离开了。面朝大海，最后简单的吃一顿，最后看一眼吧，朋友们。好萌哒！走喽走喽！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已经回到了新本那镇上的一个青旅，简直就是从天堂到地狱。
这个青旅一个晚上才100，我感觉啊，水屋体验真的很不一样。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马来西亚旅行体验啊是非常好的，很多都没什么问题，服务也非常的周到，非常的细心。它的水下世界呢也非常的精彩，欢迎你们前来探索。好了，下个视频见了，拜拜。